今儿做完核酸检测，我妈来到我姥姥这儿，要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告诉阿姨如何使用团购 app 来买菜。之前虽然给她提过，但是她还是不太会用。我就这么，你看，就这一下，就输个鸡蛋30枚，像这个30枚，它是1000，它是18块嘛，对吧？18块也是30个，但是它重量是3斤6两，那肯定每个鸡蛋都大。对吧？你要这是1600克的，可能就小的，1600克，这就小了，它也便宜点，便宜1块钱，没有意思吧？你这个大，1800的，我想想，如果换作是我，能一查就行，10块钱输个鸡蛋，哎，就能查出来，是吧？捡大的买，就捡重的买。都不知道是不是我当初做错了鸡蛋。哎，它应该就是没有后备药可以吃。加热。反正有时候第一次买的便宜，第二次会贵点，我总觉得它还有点杀熟。就是一个大数据啊，第一次用便宜的引诱你买自家的，它有点补贴，到第二次呢就不补贴了，贵几毛，说什么？人家做生意嘛。同时跟阿姨讨论一下记账的问题。我们家绝对不是说对阿姨卡的那么死，不会为了一分一厘跟阿姨斤斤计较，会在尽量保证性价比的前提下，给阿姨足够的自由和宽松。但是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能让我姥姥吃好，这点是一切的关键。那个我都不会有不会有意见。我跟你讲，我只有一点，就是说我想知道你们在吃啥，知道吧？因为毕竟我妈在这儿，你说我可尽心的照顾她，我都可相信，因为她的身体放在这儿了，对吧？但是我说你们都在吃啥了？我想知道，那我就看一下你们那个啥。至于你是买贵的、买便宜的、买多买少、买啥。都是你说的算，对不对？哎，对，我都不会说，哎，你一个月你只买了这么多肉，我不可能说这种话，因为只要是说吃到你俩肚子里，都叫不浪费。为啥呢？你俩身体好，你要身体坏了，也伺候不了我妈。我妈要身体不好了，那我也有事儿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都得吃上吧。都得吃上，也不用说为了这事儿，我说也不用说牙缝里省了几个钱，因为再省，恁俩的饭量就多大了，对不对？你再省了分出来多少？但是现在就有一个问题，我跟你说过几遍了，要不要打疫苗？到4月份天气暖和了，现在是国家一再提倡高龄老人要打疫苗，现在已经打疫苗打2年了，都还没检呢，马上到校。不是没检查，这是2个概念。打疫苗是一个概念，做核酸检测是另一个概念，知道吧？核酸检测你做过，对吧？今天你没做，但是你往日你做过吧？这个事儿你能干。现在还有一个就是打疫苗，我和小杨我们都打了，蓉蓉我们都打3针了，你不是1针没打吗？现在我就想着你要不要打，因为啥呢？一旦如果放开以后，国家的是这样，现在你鼓励大家打，现在过去没有太要求老人打，现在他已经开始要求老人打，要求高龄老人打。你看那个在网上就能看到嘛。为啥了？就是香港，现在了，香港每天死200-300人，绝大部分都是老年人。我活了去检查好。不是检查，是打针。打针。啊。因为你手上打到这就是过去种牛痘一样，就跟种牛痘一样，知道吧？你现在就是说你如果要人家彻底放开了，那你没打的人就吃亏。香港呢，这也是昨天我听他那个发布会嘛，就是那个国家的那个卫健委的那个开的那个会嘛，发布会。香港呢就这样，如果是打过疫苗的，同样年龄的老人有个死亡率，不打的有个死亡率，那不打的人比打的人那就亏多了嘛。就是这个
有问题。当然，你打的时候必须是你自己感觉身体好的时候。如果你要觉得正在什么发病期，那不能打。正在发病期不能打，知道吗？要不打这个，难道到最后人家就不替你不是？为啥呢？那你怕打了以后有副作用，那你没打，那你没打，那最后人家国家放开了，那人家就不管了呀。因为让你打的时候你不去打呀，别说了，还有大我几岁的，还有没打的呢，知道吧？春节那个时候跟他们打电话了，有一个就是大我有个5、6岁，一针都没打呢。哎呀，这么早的事。家里有这样的高龄老人，打疫苗真的是一件需要非常非常谨慎考虑的事情。毕竟无法确定老人的身体是否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，因为受到了伤害而造成全面的崩塌。尤其是像我姥姥这样，一年到头几乎都在家里面，从来不出门，安安静静的、与世无争的这样静静的生活着。如果是因为打疫苗出现意外，那我和我妈肯定会后悔万分的。当然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与考量，如果我姥姥连疫苗都扛不住，那等到全面放开的那一天，她感染是不可避免的，那时候她肯定更加是无法抵挡的。所以现在打疫苗这个险是值得冒的，也是势在必行的。当然，这里头还有个原因，就是我姥爷，他是19年底去世的，93岁。而给他最后一击的，让他身体扛不住的，就是在 ICU 中感染的普通的细菌性肺炎。其实在此之前，我已经多次跟我妈还有我舅舅都讨论过这个话题，要给我姥姥姥爷打疫苗。当然当时是流感疫苗以及普通的肺炎疫苗，但是他们迟迟也没有下决心。我自己心里其实也有点怵，真的害怕，本来健健康康的俩老人，你要因为打疫苗打出事儿了，那也实在是太亏了，毕竟都活了90多岁了。因为姥爷这件事儿也是统一了我们全家人的想法，姥姥呢可以拖一拖，但是当有必要的时候是一定要注射疫苗的。